好，对，所以这是第一个。我们人很多行径，我怎么样在当下，我就能够不要自寻烦恼，我就能解脱我的烦恼。那当然，第二个就像我说的嘛，凡事都在变动。他这一刻可以这么讲话，他下一刻就能换一个方式。所以果真啊，当我修完车的时候，他突然在我修车过程，他修车的过程，他突然变得好像一个大哥哥这样，他就突然话语又变了嘛。他说：“哦，我跟你说啊，年轻人。”你加油啊！你也可以的。对这个修车其实很简单的啊，对，你也做得到的。因为开始踩这个鼓励姿态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，就变成一个化身一个好像鼓励的那种老师傅一样。要走的时候还说拜拜，加油啊，你做得到的，嘿嘿，鼓励我。OK， 所以你看啊，人啊，是不是时刻都在变动？对不对？每一刻他都在变动，这一刻他可能这么说，下一刻他可能就改变了。但如果我当下非常执着，他就是那样子的人，他就是一个恶劣的老板。我很执着这件事情，我认为他的想法就是那样，不会改变。那当然，离开之后，到现在可能几年过后，我都还想起这件事情，我就烦恼，我就觉得他很不 OK， 只能叫全世界都不要去他的修车厂修车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可是可见不是的嘛。OK， 所以第一个跟大家分享，也就是我们到底一件事情的发生，首先我们先把自己的心境先解套。我不是说今天这个网友问的事情说，那这个钱被骗了或者钱被剥夺了应该怎么办？应该说，如果我自己有心境有痛苦感，我应该先从我的痛苦感去解脱。事件怎么解决？当然要解决啊。如果真的被诈骗或什么，那当然要去处理。但是我的心境要不要先解套？与其我一直沉浸在陷落在一个很负面的状态里面，与其我倒不如透过佛法的知见，我先解套我自己当下的心境啊，对，能够超脱，能够解脱我的烦恼跟心境嘛，超度我的烦恼跟心境。是这样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我们讲放下，要放下的到底是什么？放下你的五毒啊，贪嗔痴慢疑。要放下的就是你的那个我们认知坚不可破的自我嘛，我即我的。要放下的是这个，那这时候你烦恼很大程度就会下降很多很多了。OK， 好，那第二个问题网友问他说，那我也知道，就是钱带不走啊，死了带不走，但是我还是很守着它，还是很执着啊。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也跟刚刚分享的是一样的。当我们认为自己很坚不可破的时候，我的想法，我的价值观，那我们是不是会很执着？那当然就产生很大的烦恼。一样的。我们的钱我即我的嘛，钱财，我的钱财，我的车子，我的房子，那些就是我以外延伸出来的，它是不是变动的？其实以这样的概念来看，它一样是变动的。钱财这一刻可以变多，下一刻就会变少。对，房子这一刻可以有了，下一刻又地震了，它又裂了。车子买来了，等一下又被刮到了，每一刻都在改变。其实放着都不动它好像慢慢电路也慢慢坏了。对，让我相机刚刚要录的时候就没电了，对，因为放太久了嘛，那个电就开始衰退了。当初买的时候好好的，对不对？你放着不用你都不动它它也会出问题。所以每一件事情你及你的它都在变动。如果我很执着，它一定要时刻都维持着原貌。我的电池就是要像5年前、10年前买的一样，永远都维持100%电力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当然让我们会产生很大的烦恼。所以当我们认知觉得我执着的那事情，就是我认为它不一定要是我的嘛，它一定要存在银行，数字都不能变，它一定要放在我的钱包里，它一定要一直跟着我走。那当然我们就会在这里生出很大的烦恼。包括感情也是一样，他一定要跟我在一起，所以离婚分手的时候是很大很大的痛苦的，或者生离死别了，我的亲人走了，那时候很痛苦嘛。因为其实我们希望他永恒的跟我们在一起。我的车子被刮伤的时候很痛苦啊，对不对？才刚买的，对不对？才刚考完期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买来呢就包膜，包了膜之后才花了上万块，5万10万的包膜，包完膜之后隔天又被刮到了，刮到之后他又再重新包膜，又再花了5万10万，然后又再被刮到，1连3次。这看起来是蛮惨的，好吧？但是可以想象的人的那种痛苦感，我认为那个是我的东西，怎么一直被伤害了这样子？所以呢，佛法的见地其实让我们明白，万事万物都在变动，变动不打紧。但是当我们执着不变的时候，就很痛苦了。所以回到这个问题，那钱财我也知道，所以这句话其实有个问题，就是我也知道钱财带不走啊。这个网友他其实好像有某种认知，知道是钱财是带不走。他不是执着了，他是知道但是呢，我就要回到就要问了，
我们是真的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钱财带不走啊，但我就是很执着。我知道啊，人总会死啊，就我们说人我知道一定会死啊，人怎么可能活到200岁？人总会死嘛，但是我就是很怕死。我知道啊，可能人总不一定会白头偕老，可能会分开的时候啊，但是我就是分开就是很痛苦啊。所以这个某种程度就是呢，我们可能也许听了很多资讯，或者也许略懂了一些佛法，就知道啊，这些都暂时的啦啊，我知道了，肉体会灭啦啊，我知道了，人会死啦啊，我知道了，财富不是永恒的啦。好，可是呢，其实佛法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学习佛法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真实生命。也就刚刚讲了这么多，这些是暂时的、变动的，然后都是可以说是假象好了，暂时就是不真嘛。既然是暂时的，身心也都是暂时的。可是如果你只学一套，知道身心暂时，就会变成这样。我知道啊，钱财带不走啊，但我就是还是很执着，好像那个问题还是没解决，对吗？所以学习佛法其实是全套的，也就是你不只要理解身心是变动的，你还得明白那什么是真实的。对，你知道钱财可能是带不走，那什么带得走？我知道人一定会死，那死了会去哪里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如果只知道前套前半段，我只知道这样的概念，那个烦恼没办法彻底解决，因为会流于那人就后面呢，那我要去哪里啊？对，肉体会死，在座的所有的镜头前面的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，然后人一定会死。可是当我想到那我死了我会去哪里，这个答案如果没有找到，我依然还是在我的，如果我很执着我的肉体，或者我很怕死的话，我还是在这个怕死的越老越烦恼啊，对，越到老越烦恼。所以学习佛法，佛法为什么？首先它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议题，就是人生命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你必须了解这件事情，生命的真谛到底是什么？如果我们所讲的所有刚刚那些身心状态都会改变，都会变动，我所认识的我自己，我叫某某某，我的职业、我的身高、我的长相、我的背景、我的学历，所有一切它都会持续不断的改变。我都没有办法认明哪一段生命才是真正的我。我现在说我是做这个什么什么，比方说哪个职业餐饮业的大老板，下一个餐饮业倒闭了，那你还是餐饮业的大老板吗？角色就变了嘛。对我就是一个很爱酷爱健康的一个人，而下一个你可能生病了，那你还酷爱健康吗？就状态都在改哦。所以哪一个才是永恒不变真实的你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佛法在学习佛法的过程，我们最终终究要能够得到的答案。所以开悟是什么？开悟就是开启而悟出了我们真实本来的生命。你看一个心字旁，一个我嘛，无嘛，悟，就我能够了悟我的真实生命。所以佛陀就在开悟的那一刻，所以他讲了一句话，叫做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这个如来智慧德相，就是我们本来的真实生命，不会生不会灭，不生不灭的，不会改变的，这件事情就是你的真实生命。除此之外，所有的一切，你但凡能够被我们所提到、讲到的，那些都会改变。是这样子。所以那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也就是我们人的妄想执着，让我没有办法理解我的真实生命是什么。就像刚刚说的烦恼啊、五毒啊、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些都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到底生命的真相是什么。从这样子两件事情来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再回顾一下。首先第一个就是呢，我到底这个人世间遇到了很多的烦恼的事情，我到底如何解脱我的烦恼？从哪里放下？从哪里解脱？也就是从这个自我，从这个自我解脱因为自我是变动的，而它生出了五毒、贪嗔痴慢疑，是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个自我让我们很执着，而处在烦恼里面，甚至是更大程度的拉住那个痛苦。所以首先要从哪里解套？从这个自我解套。放下的是这个自我。放下的不是这个世界，算了啦。可是我会觉得你讲算了啦，那我就放下，我都放下了，全部都不要管了啦。你心中感觉还没有放的蛮多的。是不是这件事情好像耍耍题算了啦，你们要这样子，你们就这样吧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很多人会这样想？对，觉得这叫放下，对不对？我随便你们了啦。这感觉你的愤怒感蛮强的。所以不是这样的放下的。第二个就是除了我明白哪些事情是暂时的，我要放下以外，我必须真正进入到佛法的学习，我才会知道生命的真相到底是什么。肉体是假的，那什么是真的？
死了会去哪里？什么才是真的？对，财富是假的，带不走。好啊，那什么带得走啊？对，学习佛法，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生命的真谛，好，那这才是这一生呢终极的解脱，好，终极的自由自在，好吧？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